矮人国正在面临着亡国的危机，绝土兽人大举进攻，冲破要塞，朝着城市攻来。指挥官不得不下令关闭大门，以抵御入侵。而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消息，有不死者出现在了地上的入口，要和总指挥谈谈关于绝土兽人的事。当然，不死者就是刚从费城过来的国王。矮人如今的情况可谓是艰难，虽然勉强抵御住了兽人的进攻，但是没有援军，他们只能考虑放弃城市。国王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和矮人建立外交，自然不能让矮人灭国，于是他提出向矮人提供援助。总指挥有些犹豫，他必须要去请示上级才行。国王倒是不介意等候，只不过结果一般都是开一大堆没用的会。好在指挥官也是个明白人，亲自打开城门，请求国王帮助他们。上级说，夏提亚从绝土兽人嘴里得知，他们找到了绕过大裂缝进攻的办法。此时无数兽人守在大裂缝边，矮人紧闭的大门渐渐打开，兽人们二话不说冲了上去，叫嚣着要把矮人全部杀光。然而领头的兽人刚刚伸进门内，就被瞬间斩断了手臂。两只巨大的死亡骑士从门内走出，对着兽人们一顿砍杀，并越过索桥朝首领冲来。首领吓坏了，立刻指挥手下砍断索桥。然而索桥实在太过坚硬，一时半会儿根本砍不断。眼看死亡骑士近在咫尺，首领只好亲自上阵斩断了索桥。死亡骑士和没来得及逃走的兽人一起坠入深渊。这群兽人完全没有见过死亡骑士，还以为是矮人饲养的怪物，只能暂时撤退。如今的矮人国并没有国王，采取的是名为摄政会的共和制。总指挥将国王几人请到休息室，国王突然一句哪尼，把总指挥吓得一激灵，飞跑着去通知摄政会了。国王如此惊讶，是因为他创造出来的2名死亡骑士已经不存在了，2个是被同时打败的。如果是一个人干掉的话，等级至少要45以上。难道是对夏提亚进行洗脑的玩家？国王和空气斗智斗勇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摄政会的会议很快开始，魔岛国想和矮人建立外交关系，用这里难以获得的新鲜蔬菜、人类的美酒来换取矮人国出产的矿石武器装备。作为建交的诚意，国王已经帮他们击退了来袭的绝土兽人，但城市的危机还没有解除，绝土兽人已经找到了绕开大裂缝的路线，灭国是迟早的事。国王表示自己可以提供帮助，甚至还可以帮他们夺回被占领的王都。矮人都觉得国王在说笑，先不说绝土兽人有统合8个部落的氏族王在位，兵力非常强大，而且前往王都的路上还有3道难关和可怕的双龙。即使如此，国王还能办得到吗？这对国王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。锻造工坊长不相信国王会无条件帮助他们，完全不认识的人突然说要给他们美酒，怎么看都有诈好吗？你究竟想要什么？理由很简单，国王只想和比绝土兽人更有常识的矮人谈判，而且帮助快要输掉的一方就能获得更多的感激。最重要的是，作为帮他们夺回王都的回报，他要带走这个国家所有的卢恩工匠，独占矮人的卢恩技术。总指挥先请国王到休息室休息，他们会尽快商议后得出结论。等到国王一离开，矮人族长立刻吓得嚷嚷了起来，国王实在太可怕了，看上去就不像是个好人，这种坏蛋根本没办法信任好吗？但是如果不想办法对付绝土兽人的话，国家就会灭亡，现在能帮他们的就只有魔岛国了。最终他们答应了国王的条件，国王出兵帮他们击退绝土兽人，夺回王都。他们将卢恩工匠派到魔岛国，但是为了确保同胞们不会被当作奴隶，他们之后会派出调查团到魔岛国。而在国王和摄政会商谈之时，贡多已经靠着国王给的美酒召集了一大批卢恩工匠。国王向工匠们提出倡议，希望他们到魔岛国研发以卢恩创造的魔化革新技术。有人提出疑问，为什么国王需要在矮人国早就荒废落后的技术？于是国王掏出了一把刻着卢恩文字的大宝剑，工匠们都惊呆了，纷纷拥上前想要看看，刚一拥挤就被夏提亚喝退。这把剑上刻了20个卢恩文字，就算是他们卢恩工匠最鼎盛的时期，也最多只能刻6个而已，这已经是失传的技术了，所以他们才会如此激动。国王想请他们重现失传的技术，在国王的鼓励下，工匠们热血沸腾。演说发表完毕，成果居然出奇的好，国王开心的握拳欢呼，但贡多却委屈的哭了出来。摄政会轻易的就让卢恩工匠离开，说明他们已经彻底抛弃了卢恩技术，不再需要他们了。同时他也下定决心努力研发卢恩技术，回应国王的期待，不仅主动来做前往王都的引路人，而且还准备偷溜进王都的藏宝库，把皇室传承的技术书拿到手。好家伙，居然开始偷家了，觉悟真高。矮人打开大门，门外满地的都是绝土兽人的尸体。国王给全员套了飞行辅助，轻松越过尸体来到第1道难关大裂缝。吊桥已经被弄断了，担心秒杀死亡骑士的可能是玩家。国王语重心长地提醒夏提亚，接下来他们会前往非常危险的地方，敌人是能秒杀2个死亡骑士的存在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小心，绝对不能使出全力。对方为了知道他们的真正实力，一定会派出来当炮灰的袭击部队。亚乌拉趴在悬崖边闻了闻，想说什么，结果被国王吓得立马闭嘴。国王扭头过来继续嘱咐夏提亚，一定要学会转换角度思
考和空气斗智斗勇。他们前方还有2道难关要过，就是说你要不要低下头看看那2个死亡骑士会不会是掉下悬崖摔死的。第2关是栖息着可怕魔术的炽热火海，用飞行就能轻松通过。但第3关的死亡迷宫，到处都有致死的剧毒喷雾和无限的分歧岔路，不能够用飞行通过。国王表示这个简单，不死者能抵抗毒性，给亚欧拉和贡多加了一层防御。国王掏出妖精女王的祝福，轻松找到最佳路线，走出了迷宫。简单的贡多开始怀疑人生，马上就要到王城了。夏提亚和亚欧拉负责击退兽人，国王则去对付双龙。说到龙，国王不禁想到刚刚踏上冒险之旅时，漆黑之剑小队里女扮男装的小姑娘，对方当时还说要帮他调查双龙，真是可惜了。